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嘉义梅山旅行第3天，上午要来造访青年岭步道。我后面有步道导览图，先看一下。青年岭步道长约2.5公里，有2个步道入口。我们是在圆潭端的步道入口，那附近这里有个停车场，大约200公尺。那另外一个入口是在瑞里国小附近。青年岭步道最主要的景点就是著名的燕子崖、扁湖洞，所以我们今天预计走到扁湖洞、燕子崖这里。那至于后段往瑞里国小这段，非常的陡峭。早期农民挑着农产品走这段路的时候，气喘呼呼，说要有年轻人的体力才能走完这一段，所以现在步道被命名为青年岭步道。我们现在进入青年岭步道。步道缓缓的下行，一路下行，走往溪谷的方向。走到这里开始转为上坡路了。这里有不错的展望。这一路而来几乎都是下坡路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因为一开始还没热身，先走下坡路适应一下，等到回程身体已经热开了，再爬上坡路就没有问题了。这里出现岩壁了，山谷传来的水声也越来越清晰响彻。我望见对岸有一个内凹的岩壁，那里应该就是扁湖洞。那前面那里是燕子崖。我们抵达情人吊桥。情人桥，桥宽正好适合情人双人并肩行走。哎，老婆，等我一下。老婆，老婆，我们要并肩而行啊！他说这里要并肩而行，哎。姐，你先走啦，并肩而行。听他在讲，等一下跌死。他是要游客不要乱跑，两个一起走。什么时候并肩而行？燕子崖，这岸也是有峭壁。从步道路口走到这里大约半个小时，我们抵达燕子崖。这里有燕子崖的简介。本区恰好位于砂岩与页岩层层相叠的环境，其中的石灰岩层受到河水的溶解，表面容易变得较为软弱。当大雨携带砾石不断冲击时，砂岩表面容易出现一些坑洞，这些坑洞随着时间逐渐加深，而成为眼前所见的景象。密布的岩石细孔为毛脚燕筑巢的地方，数量多时可以见到数以百计的燕子在溪谷与岩壁之间往返。燕子崖的飞瀑，这岩壁非常的壮观。
这是青年岭步道著名的燕子崖。我们继续走往扁湖洞。这里就是燕子崖最大的一个坑洞，被称为扁湖洞。过扁湖洞之后，步道就一路爬向瑞里国小，那是青年岭步道在另一端的出口。燕子崖、扁湖洞是青年岭步道最精华的景点。我们今天就走到这里，然后待会就原路折返。我们走回到步道入口了，我们回到青年岭步道的入口了。这条步道途中的燕子崖、扁湖洞，风景真的蛮壮观的。但是青年岭步道适不适合老年人走呢？这个答案就见仁见智了。不过我不是见人，我是见智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青年岭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